人鱼膏、长明灯或许真的存在。我们只要一提起历史，只要一说到秦朝，大家除了感叹秦始皇灭六国、一统华夏之外，而更值得聊的就是始皇陵。因为始皇陵有我们太多解释不了的谜团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人鱼膏、长明灯这些真实存在的上古遗迹。大家看完视频可以来主页粉丝群免费领取一份易经的课程和笔记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的原文中就记载说，以人鱼膏为主，度不灭者久之，描写的就是秦始皇陵里的人鱼膏，它可以千年不灭，万年不灭。那么我们来思考两个问题：上古时期真的有人鱼这种生物吗？而另外一个就是人鱼膏它为什么可以万年不灭，为什么有这种功效呢？首先第一个，关于人鱼的传说大约在23000年前，地球上同时存在了大中小3种人类，而中人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类，也就是陆地上的王者。而无边无际的海洋之中还存在着一种美人鱼，有的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是鱼，有的上半身是鱼，下半身是人，有的还长有鳃和肺。它们的平均身高都有2.5米高，男人鱼可以力举千斤，而女人鱼都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，寿命它们也相对较长，通常都在200年以上。而人鱼这两个字最早也是出现在《山海经》里，又东北200里有座龙侯山，山上没有草木植被，但出产金和玉。那决水呢，从山上发源，又向东流向黄河。决水中有很多的人鱼，声音像婴儿，吃了这种鱼肉不会得痴呆。《山海经》记录了不少于4种不同的人鱼。较早的一段描述里面就说，伯律国、里尔国、雕提国、北渠国皆遇水难。这里面所说的雕提国的国民，他就是鲛人，鲛人也是人鱼的一种，在水里他行动自如，到岸边也能随意的行走。而在大荒西经中也有类似人鱼的一种，名为鱼妇。还说鱼妇是颛顼所化，相传颛顼死后，海上掀起了大浪，有巨蟒就变成了大鱼，颛顼的灵魂就依附在这条鱼上，变成了半人半鱼的怪物。但是我们看颛顼的形象和人鱼虽然不太相符，但是如果再深入研究一下伏羲女娲图的外形，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神话其实它是有深意的，并非都是空穴来风。然而古籍中也有记载，低人国在建木兮以为人，人面而鱼身无足。又记载了一种低人，也是人鱼身，可以化作神兽来守护他们的灵魂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很多贵族的陵墓中可以看到低人有关的雕像。所以古人是很相信久远的时代是有人鱼这种生物的。但是又相传秦始皇陵里也有人鱼膏，这也就更加证实了人鱼曾经是存在过的，只不过是后来没有了。而还有近现代很多考古现场也不断的出现人鱼的陶俑、人鱼外形的生物图案等等。但是最终的答案呢，我们还是要等待秦始皇陵的陵墓打开之时才能一睹真容。